Hello， 大家，我现在身边这台呢是宝马在1962年设计的 Neue Klasse， 宝马1500，一款非常经典的车型。而我现在身边这台呢，则是宝马新世代概念车 Neue Klasse， 而我身边这台呢，则是宝马新世代概念车 Neue Klasse X。今天的视频里，我将会带着大家好好来看一下这款车到底有哪些宝马会在未来应用的技术，以及看看这些技术对你的生活会有哪些帮助。虽然说现在还是概念车，但是宝马已经官宣首台新世代车型 X3 会在2026年沈阳开启量产。所以说，我们从这两台概念车上看看它们延续着哪些经典，又承载着哪些未来。我们首先说设计吧。这一次宝马新世代总共有两台车，一台是我面前的轿车，另一台呢则是大家刚才看到的 SAV 车型。至于刚才看到那台蓝绿色的老爷车，那个其实是1961年设计的 Neue Klasse， 型号呢是 BMW 1500。Neue Klasse 其实是一个德语词汇啊，对应着英语词汇呢就是 New Class， 所对应的就是新等级、新世代。这一次时隔60年的全新世代，宝马设计师他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在能够让用户一眼就能够看出这是一台宝马设计元素的车型的前提下，拥有一个全新的未来感。所以我们看到了宝马经典设计元素后视拐角，去提升车门的宽度，让二排乘客更容易进出，也同时拥有一个更大的车窗视野。在 SAV 车型上还还原了经典的双肾元素，不过双肾标志从60年前的进气格栅进化成了新时代的轮廓灯。我们先来看一下 Neue Klasse 轿车它的一个设计啊，它依然保留了宝马比较经典的一个短前悬的设计，让这个车整体更有力量感。同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后视拐角，在这个位置的一条斜线啊，就会感觉后轮好像向前推了一个力。这两台车我都很喜欢这个位置，就是它会让这台车整体的线条变得更收窄，看起来更加灵活。同时呢，这两台新世代的车型侧面都采用了更扁平化的设计，让车轮在视觉上能够更加突出。我非常主观的说啊，这台新世代轿车我第一眼看的一个感觉就是科幻感。在车灯设计上呢， Neue Klasse 应该是把宝马的天使眼元素重新整合了，这一次特别像天使之翼啊！我看了一圈小红书的评价，好评度很高。所以你如果近距离看的话，你会发现宝马这一次无论是在前车灯还是在尾灯，它都是有景深感的，也就是从外向内层层递进。宝马相当于是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尾灯这个位置，如果你像我一样真实的就在这车尾啊，你可以看到一个景深效果，就是它这个灯光是一层一层的向内延展的。我在现场跟德国的工作人员啊用眼神交流，然后加上比划，隐隐约约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前后尾灯的技术应该会用在新世代量产的车型上。那么看完了这个轿车版，再看一看我个人更喜欢的 SAV 版本啊。这是一个 SAV 版本，虽然它是 SAV 啊，但是整体设计语言和轿车版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虽然说车灯设计不同，但是和轿车版一样，这台概念车也采用了前后景深效果的灯光设计啊。我个人啊是比较喜欢这个双肾设计的，但是我看到网上好像也有更多的人喜欢另一款设计。大家觉得这两个哪个更好看一点呢？这两台概念车它的车漆都采用了磨砂质感的金属色，和整体的环境融入感非常强。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真实的观感啊，就是当我看到这两台车从货车上卸下来，缓缓开进影棚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两台车从我身边缓缓驶过的时候，我的内心真的是有一点暗自震撼到。这几年许多车厂他们开发布会之后啊，评论区总是有留言说，哎，这个设计很像谁谁谁，这个设计又致敬了谁谁谁。但是当你看到 Neue Klasse 和 Neue Klasse X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原创的设计，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一个不跟随任何人的美学设计。好了，那我们说完外观之后呢，现在就让我带着大家一起进入车里来看一看啊。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车怎么打开车门。它这台概念车是把门把手设计在了这个位置，我们如果直接放上去它是不会开的，只有你用力按压，哎，看到了吗？这个门就打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车了。这台车一进入车内，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中控扶手区取消了非常多的机械实体按键，所以整个区域变得非常清爽。目前中控区域有3个实体按键，其中这个双闪这是一个实体按键，然后这里停车这是一个实体按键，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拨杆，这个拨杆就是挂档。跟目前宝马在售的绝大多数车型的逻辑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个位置是我刚才提到的，有非常细腻的这种皮革质感的这个位置，它你看看起来跟它挺像的，但实际上摸上去质感不一样，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纸张的那种感觉，但是是一个硬质的。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编织，宝马他们的给我反馈是可以形成类似于一个音箱。
也就是说把这样提走，这样去户外的时候有一个随身移动、随身便携的音箱。进入这台车的第二个感受啊，就是特别的明亮。这一次新时代2款车的车窗都明显的加高，配合上全景天窗，会觉得这台车啊特别适合晒被子。进入这台车的第3个感受就是材质的选择。我之前体验过的宝马车大多数都是皮革质感，然后加上这种水晶啊、塑料啊这种反光，就很有一点这种商务办公室的感觉。但是这台车选择了大量的布艺啊，然后编织啊，我进入这台车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从办公室回到了家，一个有着宽大窗户的阳光客厅。好了，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车门上的材质都是什么样的质感啊？它有一点点像橡胶，这个质感还挺有趣的。我给大家离近一点看一下微距效果，能看到吗？然后在下边呢，这个就是针织布艺的这个质感。这个位置你能明显的看到它上边是有很多编织纹理的，这个有一点点类似于素皮，就是质感上摸上去就是皮革的质感。最下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布艺编织了。关于内饰的第4个感受呢，其实是对于光线的控制。新时代概念车对于光的使用是很克制的。现在我看这2台车啊，光只会出现在2个场景，一个是引导用户，另一个则是氛围。说完了外观和内饰，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次车机交互系统啊。这一次的车机呢，总共由4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中控屏、全景显示屏、3D 抬头显示以及一个全新的质感方向盘。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块中控屏。关于这块中控屏，我相信绝大部分用户第一眼看到它之后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宝马把这块屏幕设计成了一个 17.5 度的倾角，这是在驾驶的时候两侧道路随视线向地平线汇聚的一个倾角。左上方又切割的一块则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紧急情况下快速旋转方向盘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屏幕。屏幕现场肉眼观察啊，黑色显示纯黑，色彩很艳丽。第二个大家可能看到这块屏幕想问的问题就是它设计成这个样子之后它好用吗？我在现场给大家实测了3个场景。第一个就是倾斜布局实际观看的效果。因为还是概念车，所以只有演示界面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倾斜排列布局用起来并不会很陌生啊，常用卡片排列在屏幕左侧，可以通过快速滑动进行切换。另外在26年的量产版车型中呢，宝马还会和咪咕合作打造游戏平台。好家伙，黑神话悟空都来了啊！大家正好可以看一下这个第3方应用在这块屏幕上的适配效果，这应该是目前最接近量产版的样子了。不瞒大家说，这个资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第二个测试，左下角和右下角是温度调节。当我滑动这个屏幕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前风挡的全景显示屏它可以跟着联动。根据之前官方的爆料啊，下方这一排除了空调还会继承核心的快捷操作按钮。第3个测试场景，我在现场握持方向盘的状态下，右手距离屏幕的这个三角形区域是非常近的啊，要比我开过的其他车辆距离都更近啊，几乎是触手可得。但是目前我还不清楚量产版这个区域是否会布置功能按钮。官方此前曝光的信息啊，它可以显示一些车辆的状态图标，但好像是不支持交互的。另外，大家很关注的这种异形屏幕对于第3方应用的适配，目前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利用中间这个矩形区域来显示，所以适配上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宝马后续会在显示第3方应用的时候呢，两侧模糊化处理去增加这种沉浸感，类似于大家现在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效果。我现场的一个使用感受就是这个屏幕形态很有速度感，有点像高速运动之后那个空间扭曲的感觉。另外，定制的屏幕它成本应该会很高，所以我推测这个屏幕可能会用在一些主打速度的车型上，然后普通型号呢用传统的矩形屏幕。不过这是我的个人推测啊，没有官方的证明。说完了中控屏，车机的第2部分就是这块横贯前风挡1米宽的一个全景显示。其实宝马从2014年啊就已经有了这个全景显示的概念设计稿。首先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啊，就是这块全景显示屏，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并不是一块直观看到的屏幕，它其实是一个投影。也就是说，它的屏幕在下方，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投影的屏幕。我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了，对比度它是要远超过 LCD 屏幕的。官方给的信息呢是说表面有纳米涂层，可能是和苹果屏幕那种纳米时刻工艺类似，用于消除强光环境下的反光。但是这个部分啊，我没好意思摸啊，这车全球就这一台，我怕给摸坏了。我的现场实际观感啊，清晰度极佳。而且和传统的 HUD 抬头显示不同的是，因为它的底色是黑色嘛，所以说无惧强光，安全性也很高。而且坐在全车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够看清楚这块屏幕。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坐在副驾驶这个角度，现在这个画面呢，则是在2排的视野。那么问题来了，这块全景显示它能够干嘛？
左中右3个区域，其中最左侧的是仪表台，这个屏幕的位置呢是不能够进行自定义的。这个位置信息是默认不变的，它永远显示仪表台信息，包括时速啊，包括车辆的前进、后退、停车状态。然后左边呢是剩余电量，右边呢是剩余里程。这个位置是不能用户自定义的。但是我看到宝马官方宣传片啊，这个当你在不同的驾驶模式当中呢，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感。中间和右侧则可以自定义。目前官方给出的18个自定义模块，包括预计到达时间、续航、指南针、Board Computer、行车记录仪、宝马 logo、新闻通知、音乐专辑。播放音乐的时候，能看到吗？它就会有一个专辑封面显示，然后有一个时间显示，然后有一个进度条显示。智能家居联动、当前时间、手机新消息提醒、日出日落时间、空气质量、天气、你所在的城市、目的地所在城市的天气、拥堵信息和旅程时间，这18个可自定义的模块，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选择6个，并自由的进行排列。其实每个模块都是那种很简单、一目了然的信息。那这一套是我按照我自己的需求所排列的啊。我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时间，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帮助很大。那宝马发布会上演示的其实不只是一些功能啊，还包括路口的地图信息啊、接打电话、视频会议、海拔高度等等一系列的模块。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还可以期待未来的更新。那么在这里，我相信有同学想问了，我的前风挡下方出现了一排屏幕信息，那么日常在驾驶的过程中是否会遮挡我的视野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完全模拟我真实视野所观看的画面，所以你能够看到啊，它车头其实位置本身就高于这个全景显示，所以这个全景显示并不会遮挡你的视野。问题又来了，现在很多车厂啊做了前风挡下的一排屏幕，和宝马这个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如果是电子显示屏，那么你的视线对焦呢其实是在这个位置，而宝马因为它是利用前风挡玻璃的投影，所以视线对焦点就会更远，降低了驾驶员切换视觉焦点的负担。而更重要的是，采用投影技术呢，是可以和 HUD 传统的抬头显示实现联动互动的。据我了解，目前采用一条屏幕的车型好像是没有搭载 HUD 的，对不对？车机交互的第3个部分就是 HUD 抬头显示啊。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呢，我们因为这台还是概念车，所以目前啊它还没有配装 HUD 的模块。这个部分我结合之前在 CES 现场，宝马有一些官方演示片，给大家讲讲这块 HUD 它有哪些有趣之处。首先，在宝马的设想中呢，全景显示屏、HUD 和方向盘是在用户视线当中和道路融为同一条直线的，它们3个是一条锥形平行线汇聚到最远处啊，这样一个效果，用户在几乎不用转头的情况下，视野中就能够收录全部的重要信息。第二 ，HUD 除了可以显示地图导航信息之外，因为它和全景显示屏它的上下连接布局，两者就会有动画效果的联动。比如说我们之前视频就分享过下一个路段有限速，那么这个限速数据会从抬头显示 HUD 连贯的跳转到全景显示屏上。你会发现宝马新时代车型它在几个显示模块之间内容是没有边界的，内容是可以在屏幕之间互相流转的。第3个点，这个位置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宝马现在已经官宣了，就是他们已经和高德地图达成了一个深度合作，会在新时代的车型上推出车道级导航，也就意味着等我们拿到新时代车型之后，这个 HUD 就可以去投影地图信息了。这个真的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啊！其实宝马之前的车辆它的 HUD 也是支持地图投影的，但是因为之前的地图呢不是跟国产的高德或者百度合作，所以很多用户他用不习惯，就导致这个功能被荒废掉了。那么这一次和高德的深度合作，应该是把 HUD 彻底盘活了。车机交互的第4个部分就是这一次全新的超感智控方向盘。第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在传统的方向盘上，上方都需要有一个巨大的镂空，去让驾驶员透过方向盘看到仪表台信息，对不对？这一次因为宝马可以把这个显示屏往前放了，所以相当于就把这个位置腾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宝马首次采用了竖向双幅方向盘，左右两侧没有那个连接杆去妨碍用户的手去握持了。目前我测试的这个方向盘完全是按照人体工程学，这里有一个拇指的握柄，就有一点点像 PS5 的那种手柄的感觉。方向盘第2个有趣的点则是可以智能的
分区的显示按键，这是方向盘左侧的按键，和目前宝马方向盘左侧基本相同啊，主要负责辅助驾驶，增加了一个辅助停车按键，右侧波轮换成了十字键，其他功能基本没变。但是目前这个版本没有语音按键啊，不知道量产版会放在哪里。功能按键分区点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方向盘上的每个功能按钮指示灯都可以独立熄灭。我推测啊，就是日常驾驶的时候，比如说你没有操作设置菜单，那么返回键可能就自动熄灭了，因为没有什么可返回的，对不对？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没有在听歌，那么与音乐相关的按钮可能也会自动熄灭，从而减少对驾驶员的干扰。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方向盘非常的酷，大家有机会到上海车展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另外，关于车机部分，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宝马和阿里的 AI 大模型进行了合作，会携手推出2个功能，一个是用车专家，一个是出行伴侣。以上这4个部分就是这次宝马车机全新的交互系统。虽然说这2台车还是一个概念车，但是从我目前得到的宝马的反馈，这4个部分将全部应用在新世代量产车型当中啊。当然了啊，按照宝马的习惯性策略，我推测啊，中控屏和方向盘肯定是标配，但是比如说啊，抬头 HUD 显示啊，可能会放在选装包里。说完了外观、内饰和车机，今天视频最后一部分快速聊聊舒适感啊。目前呢，这还是一台概念车，所以说对于乘车空间的参考性不会特别的强。这是我坐在驾驶位的空间表现。目前这台车还不支持方向盘位置调节和座椅调节，所以方向盘对我来说位置是有一些靠下的。这是我坐在2排的表现。我的身高呢是182，供大家参考。座椅的舒适度非常棒，属于柔软，但是同时又具有支撑的效果，而且2排摆放的这个腰枕非常舒适。我希望之后宝马能够单独量产这个靠枕。平日里橙色应该是我最不喜欢的颜色之一，无论是衣服、鞋子还是手机、电脑，几乎都没有用过橙色。但我想说，这台概念车里的橙色和这种灰白色的内饰搭配非常好看。如果量产车里有这个配色，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配搭，温馨明亮。目前对于布艺可能唯一比较需要担心的就是清洁和打理。相较于皮革，如果撒上一点比如酱汁啊或者咖啡啊，它的清洁难度一定会更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宝马在量产车上会怎样处理，是在材料上做创新呢，还是说选择目前更主流的环保科技皮？这个压力给到沈阳。另外，关于新时代的量产车型，在量产车型当中会使用宝马全新的大圆柱电池，可以在10分钟冲入300公里的一个续航，充电速度提升30%，续航提升30%。总结。随着我体验宝马的产品越多，其实我对于宝马造车的理念可能理解的愈加深刻了。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浪潮来临的今天，宝马的造车理念其实被反衬得更加清晰了。这家厂商追求的依然是驾驶，或者说更精准的说，应该是驾驶的乐趣。这种驾驶的乐趣不在于速度，而在于对于速度的控制，而这控制的核心就在于驾驶员本身。所以我们看到我今天体验的所有对于车机的功能，都是对于驾驶员优化的。我之前自己也体验过许多定位于家庭的产品，这种定位的不同，理念的差异，让我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1962年，宝马推出了 Neue Klasse 新世代车型 BMW 1500，在市场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开启了宝马之后60年的强力表现。那么，当时间跨越60年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款全新的 Neue Klasse 又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全新时代。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给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